你像这一个产品的这个绿色面是相对于比较少的哦。对于这种绿色面，你不管你什么产品，你看到绿色面呢，都要去干嘛？都要去给它进行拔模。首先要了解它的一个拔模方向，它为什么要拔模？那比如说这一个产品哦，这一个产品我的这个绿色面，它是所有的这一个精位卡在我们的这一个后膜，是不是？我们给它拔模，就是为了让它去更好的去脱离我们的这一个后膜。通常我们去拔模的话呢，会以这一个剪胶会以剪胶去给它拔模哦。以这一个剪胶的方式去拔，剪胶的方式怎么去拔呢？那比如说哦，这个绿色的这一个产品，我如果说呢用到我们这一个拔模的这个命令，你像这层面，我们通常呢，我们可以直接的，那比如说我直接选择我们成边的这个方式去拔模哦。那我在这里，我如果说呢以这一个上头的这一个方向呢，我去给它来拔。那它现在它所指的这个方向，它是朝里面的，是不是？朝里面的。那这里我们可以预览到，那比如说呢，我去拔一个1度哦，拔个1度左右，然后直接呢，我这边呢，我给它确定一下。那我们现在所拔出来的这一个面，它是一个玫红色的一个面，是不是？玫红色的面那就不对了呀，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一个蓝色面，这个分析里面所有蓝色面它是出在后膜的，它是出在后膜的，是不是？那比如说这一个面哦，那我现在拔成了这个玫红色面，它的这一个小头在这里，然后大头在这一端。那这种它就相当于之前跟你们讲的那一个矿泉水瓶子，这一个矿泉水瓶子的这一个口子它在这里。然后这个大头的部分它在这一边，它这样子出不来，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去给它拔的这个方向呢，那就是要选择呢反方向。那比如说那我就是选择呢-1，给它呢-1，这样子呢我再点确定。那现在拔出来呢是这一个蓝色的，但是我们来看它原本的这一个精位的这一个厚度呢，我们可以去测量一下这个厚度啊。原本的这一个厚度1.9，那我们现在这一个大头所拔出来的这一个看一下大头拔出来的这一个2.9了2.9了，这个1.9，这个2.9，我等于以加胶的这一个方式去给它拔了，是不是？加胶了我们通常这种拔模一定要去给它去剪胶，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你的这一个精位你去给它加了，肯定会第一个导致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会有缩水，因为你去给它去加胶了，然后你后期你再去把这一个精位剪薄，你剪都没有办法去剪了，因为你的模具上面你这个料位已经加更出来了，你模具料位上面已经加了2.9了，你如果说你再去给它呢改成1.9，你就是每一边都要去烧焊了，是不是？你就是模具上面要去加铁了如果说你前期呢你去给它去剪胶的话，如果不够的话，那我模具上我还可以去加胶。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去以它的这一部分去给它去加胶拔模，是不是？那我还是得给它来拔成0度。我要以哪边去拔呢？我要以我产品的这一个下头的这个方向去拔，我就不能以上面的这一条边，我要去以它的这个下面的这一条边呢，我再去给它拔呢，拔1度稍微有点多1度我刚才呢本来是一个1.9的，然后它拔完之后呢有2.9，等于单边呢加了一个0.5左右拔模的话一定注意不要超过0.3以上，你稍微说可能说0.3几0.310.32 0.33这种你多个几个丝没有关系，通常这一个范围内就是一个0.1到0.3。0.1到0.3记住最好不要去超过0.3，也不要去低于0.1因为你拔的太少了，那你等于跟没拔差不多。你如果说你拔的太多了，你把它的这个产品剪得太多了，
你到后期的话，可能说呢，这一个经纬呢它太薄了，或者说你产品的这个壁厚呢也太薄了，拔完之后再去测量它的这一个小头去看一下。那这边的话，我就是给它呢拔一个0.5度，这一个度数的话就是你们我这个斜度拔反了哦，这个度数的话就是你们自己去衡量哦。这个就一起拔好了嘛，一起拔。-0.5，这几条边一起拔，可以整圈呢，就是选择这个底部里面的这个经纬。OK， 然后在这边呢再点确定，确定之后呢，我们可以，我刚才讲到了，拔完之后去测量一下，你如果说你的经纬哦。不能低于这一个你拔完之后经纬的这个最底部不能低于0.8这一个数不能就是这个宽度我现在目前呢还有1.5等于我们其实这个差不多就是2个毫米的经纬，单边减了一个20个丝左右了，本来1.9几是不是？单边减了一个0.2左右。我讲的这一个0.8的这一个数呢，就是我们经纬的这一个底部不能小于0.8。你如果说小于0.8了，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那可能说你的这一个产品呢，它在注塑过程中，直接这个胶位流，它可能说流到这一半，你的这一个下面小头太小了，它这一个胶位呢，它流不下来了，有这种情况像这种经纬比较深你看到这种经纬通常超过15个毫米以上，我们都会去给它来考虑做相减，因为它这一个底部呢很容易困气的，尤其是这种经纬全部都是在这个产品里面，它不像你如果说不像有一些产品你这个经纬可能说你这边拐过来，我把这个产品摆正摆正，你可能说呢，你这个产品这个经纬在这里。然后这边呢又有一条经纬，这一种的话，因为我们这一个经纬它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后膜这一边呢，它已经穿掉了。像这种它还可以从我们这一个边上呢去排气排出去。像这一种里面的话，它就没有地方去排气了只能去给它考虑去做这一个相减。到时候我们还会去讲到这一个做相减。这一个模具的这个拔模呢，这个产品拔模是比较少的给你们的那一个作业也有一些绿色面，你们到时候也要去给它先拔完模之后再去给它去分模先把模具给它先拔好之后再去给它分模。那我这里呢，我就是给它呢整圈去给它拔一个-0.5度。然后我们以这边的这一个产品呢，来跟你们再来讲一下这一个拔模我们可以进入到这边的这一个面分析里面分析形状，然后呢选择到这个斜率，这一个产品它的这个绿色面呢是比较多的它的这一个绿色面比较多的。我刚才讲到的这一个经纬呢，它是一个前后模拔模，是不是？它是一个前后模，就是我们前后模的一个方向去拔模。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个，你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一边的这个这个产品它没有滑块没有滑块。你比如说我们产品它的这一个方向，它出模的这一个方向，我们滑块的方向是产品的这一个左右方向，是不是？我这边我找的我再打开到一个产品好了再打开一个产品，那比如说这边的这一个产品这边的这一个产品呢，它这个产品它是这样子躺着去出模的躺着去出模的话，那
那它的这一个我们去给它来进行分析，然后形状，然后选择到了这边的这一个斜率。斜率之后呢，我们在这边能够看到它的这一个前后膜就是一个玫红色面和蓝色面所区分的，是不是？但是我们针尖的这一个星子它是怎么去出模的呢？它的这一个方向它就不对了，它的这一个方向呢，它是随着我们这两边，你像这个大的这个星子它是随着我们这一边去出的，然后另外这一边的这一个位置呢，它是随着我们这一边的这个箭头右边方向去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对于滑块出模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给它来选择它的滑块的这一个出模方向，不是我们这一个 AB 板前后模的这一个开模方向去分析的。那比如说这个产品，那我这一边是朝我们这个左边，那我选择了左边的这个方向，然后点确定，点确定之后呢，来看我们这种呢。这种来看，因为我这边是分析的这个0.5度稍微有一点大所以说呢，这一个斜度应该就是一个它橙色面的话呢，就是一个0.2到0.3之间的这一个度数。那比如我这边呢负0.1，然后呢这边正0.1，然后点应用。你像这个整圈的这个里面呢，这一个里面。分析的这个方向，我们只需要我刚才选到这一个方向，就是我滑块开模的这一个方向之后的时候我只需要去干嘛？我只需要去分析我这一个滑块里面这一个能出模，是不是？能出模的这个斜度，如果说像这种它有这个绿色面，那我们如果你不好拔。你前期呢，你肯定通常我们前期做这一个 DFM 报告我们都是会去让客户去拔，当然有一些客户呢，他比较懒会有这种的，他可能说他的这个产品呢，他没有什么装配要求，特别是你像我们刚才那个产品拔的一些精位什么的。像那种它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拔，关系到它的这一个外观面，它的这一个装配面，肯定呢他们会拔好，把这个产品3D 发给我们的。你像这种，我们就这个里面的这个孔，它一般呢就是他们把这个斜度去拔好。如果说他让你去拔，你也需要去干嘛呢？你拔好这一个产品，把这个斜度去拔好之后呢，你再把这一个产品呢发给他，他确认之后，他觉得可以，那你再来开模。我们不能擅自的去改动他的这一个产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他发给我们的这个产品，他可能说他的这一个组装图他可能有几个产品呢，他是发给你你这一边你们厂里面去生产去做模去开模，然后他有另外的几套呢，他是发到其他的厂里面的，可能说呢又没有把这个组装图给你，你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组装关系是不是，所以你当我们模具设计的只能改我们模具里面的东西，千万不要去改他们产品。一旦改他们的产品，前期一定要跟他们去确认好。如果说你把这一个模具生产出来之后，你的这一个产品和它的这个原始的这一个产品3D 对不上，那像这种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是你擅自把他的这一个产品去更改了。那如果人家他不愿意验收这一套模具，他不愿意收这一套模具，那你这套模具等于就报废了所以一定前期更改他们产品，一定要跟客户去沟通好。这一个产品就是我这边我就不给你们去拔这一个滑块的这一个方向了拔模其实以这个产品绿色面比较多，其实拔模它就是这一些方法就是这一些方法。那比如说你像这边呢我们呢通常用到最多的呢就是从平面或者曲面拔模，或者说呢从边拔模。从平面去拔模的话，它在这边的话，它就是呢要去给它指定一个固定面。回到这边的这一个面分析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外面的这一个绿色面呢，外面的这一个绿色面，
我要去给它去拔模呢，去选择它的一个固定面，是不是？然后再去选择它的一个拔模的一个面，拔模的一个面，我要看它，我现在我选的上面的方向，如果说我往这个外面的方向去给它拔模，那这一个面它是我的前模面了，但是我这个给它拔出来的这个面呢，它是处于一个夹角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个角度像现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啊？无法为一些面所有的面来进行拔模，取消失败。像这种就是因为我们输入的这一个角度太大了哦。这边输入的这一个角度太大了，你像这边我输入1度，它就可以去拔。像这种它就是以夹角的方式去拔哦，以夹角的方式去拔。如果说我选择这一个反向呢，我选择了-1度，-1度，然后呢？那就是一个后模了，这个面呢就是一个后模面了。后模面这样子往里面去拔的，就是一个剪胶哦，以剪胶的这一个方式去拔。你首先你要清楚你的这一个面，你要去拔成前模面还是后模面。之前应该千羽老师第一个阶段跟你们去讲过的，我们这一个产品的绿色面，我们可以去改成前模面，也可以改成后模面，但是你要根据你的这一个面它所在的这一个位置来衡量，这一个面它是出前模好一点呢，还是出后模好一点。你像这种面，我们通常呢能够出在后模的，尽量的去给它做到后模，是不是？它的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考虑这一个分析面它的一个平整度啊，你不要说我为了去给它去全部出在后模，我的这个分析面弯弯曲曲的给它去绕哦，尽量的第一个点能出后模就出后模，但是也要保证这一个分析面的这一个平整度。你像这个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确定它的一个拔模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开模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再就是要去选择是它以它的这个上头去拔还是以下头去拔哦，然后我们来看这一边的哦，这一边像比如说呢，这里的话它有一条这一个线，是不是？它上面的话它拔成了我们这一个玫红色的，下面的拔成了我们这一个蓝色面哦。那像这一种的话呢，我们是怎么去拔出来的呢？我这边我直接先呢，我去给它嘞，先去给它，我直接去先给它拔平线哦，固定面，然后拔模的这个面，我先去给它拔成0度，先给它改成这个绿色面哦。然后这一个面呢，我去给它把它踢到这个面来。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要去给它去拔这一个面哦，我们可以去选择拔模，然后呢这边的话它成平面或者曲面拔模，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什么呢？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个分析面，或者说呢可以去选择这一个固定面和分析面哦。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判断它的某一个点啊，那比如说我这个固定的这一个点呢在这里，固定的这一个点在这里，然后我再去选择呢我直接以这个分析面来拔好了，可以去选择呢它的这一个自动判断，我自动就是我随便先判断一个点哦，那比如说从我这一个点呢去给它去拔模，然后再去给它呢选择我们的这一个要拔模的这一个面啊。来看，那它现在它就是根据我指定的这一个点，比如说我上头呢，我要去给它去拔一个，在这里的话，我们下面它有一个两侧拔模哦，两侧拔模给它勾选一下，下面的这些我也给它把它打开一下哦。如果说把这一个对称角去勾选的话，它就是两个斜度它是一样的，我这边输入太大了哦。然后你比如说上面呢，我去给它拔一个1度，下面的话呢，我去给它拔一个2度，然后再点这边的这一个应用，那它这边呢就是指定我们上面的这一个点呢去拔的一个1度，然后下面的这个点呢去拔的一个2度。我们在这里它同样的也可以，你不去指定点哦，你也可以直接呢去把这一个分析面去做出来，并不是说你非得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个我这边我去给它草图画一个这一个曲面好了，
它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一个曲面的形状去给它去拔模。进入到这个草图，然后选择这个面，然后呢，任意的就是随便画几个线哦。这个草图这个基准走哪边的？我随便画了一条线哦。那比如说呢，我们往这边呢去拉一个面哦。然后把这一边的这一个面呢，去给它来延伸，整体这边的这个面去往外面去延伸，然后这边的这个面，这边去给它拉伸好了，延伸延得太下面去了啊。那比如说我们以这一边的这个拉伸出来的这一个面去给它去拔模啊。当然这一个分析面呢，它要整体的往里面去走一点点哦。把这几个面呢，我去给它缝合起来，它可以就是固定的，你在那边去不去选择这一个点，选择拔模，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一个拔模的方向之后，再去选择这边分析面的这个类型呢，我们就去选择这一个分析面，然后再去选择我们要拔模的这一个面。如果说你像这里，我们如果要去给它都去给它拔2度的话，我上面以这个分析面去拔2度，下面这个分析面我去给它拔2度，那我把这边的这个对称角来去给它给勾选一下哦。同样的，我在这边来输入2度。如果说你要把这一边的这一个斜度拔的不一样的，那你就把这边的这个对称角去给它取消掉，然后在这边呢，我们点确定，确定好之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面分析哦。那它这边呢，就是以我们这一个绘制出来的这一个曲面去给它去拔的哦。基本上就是其实拔模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一个技术含量可言哦，你就是以这个剪胶方式去拔，肯定就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以这一个，它有时候可能说你的一些圆角啊。上面有一些圆角啊，你可能说你就不想把上面的圆角去取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还一种干嘛呢？那比如说这边的这一个面，我们可以直接用到这一个拉伸。拉伸的话，我这边比如说我这一个面哦，这个面呢我要去，比如我这边我任意的去给它随便导一个圆角哦。随便导一个1毫米的圆角，然后我在这边我不想把上面的圆角去取消掉了。我在这里我去给它呢拉伸一个片体之后呢，我在这里它拉伸的这一个命令啊，它也有拔模的选项。我们在这一边呢也可以去输入它的这一个拔模。那比如说这边呢，我去给它来拔一个2度好了啊，然后再点确定。拔完之后，我们这一个面已经成了这个斜度的面了，是不是？我们只需要用到哪个命令呢？用到替换面的命令。替换面的命令应该用过的哦，你们用到替换面的命令，把这一个面呢替到我们的这一个面上，然后直接来点确定，直接点确定哦。你像这边，那我们就是按我们拉伸出来的这一个片体去给它去进行拔模，整个面就是给它替换掉了哦。